大家好，本期比特币视频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跟踪鲸鱼数据，结合图表来判断里面的买点，包括去年或者是几只老鲸鱼目前都还没有卖出啊，所以多单还是继续在持有，或者有些朋友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压回到 32K， 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怎么逆向来应用链上鲸鱼的数据，以及这张图表买点的知识，等下分享给大家。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啊，我们要记住一个时间点，就是你看技术形态的时候要观察它的形态，比如说这个区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箱体，然后这几天很多朋友在担心比特币会不会重新跌回到 32K，当然也不敢保证是不是100%它有可能就不会跌回。首先我的观点，如果是币本位的朋友，你可以防一点，因为我现在还是满仓加杠杆，已经1年多了，去年 20K， 希望朋友们有鲸鱼在这一个底部的位置买，那该买到现在利润是非常的多。如果真的有重新压回到 32K， 也是在观察一些技术形态，如果还有点位，到时候看要100倍继续做多。那我们观察这一个200天的箱体的形态，突破的一根 K 线，你时间要记住啊，就是这一根 K 线，它的时间是在10月23号，所以我们首先记住这个时间啊，很多有实力的鲸鱼，它不一定涨上去会在这个高位去追。就像前面的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技术形态，就是这一个非常大的大头肩底的形态突破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技术形态，有好几只鲸鱼，它是重新跌回到这个颈线支撑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20名的鲸鱼买了30万枚，或者是在这个位置要启动的位置，第20名的鲸鱼，它是又买了1600枚。包括82名，或者是现在有可能是在83名左右的这一只鲸鱼，8月18号买的，它也是继续买了1万枚。基本上有几只鲸鱼，或者是55名的这一只鲸鱼，它也是买了16000枚，时间是在9月7号。这个区间低位买的这些鲸鱼，我的观点是它是有实力的鲸鱼，所以最近很多朋友是让我聊一聊。最近有一些鲸鱼买的，比如说3万枚或者2万枚或者1万枚，都是在这个区间买的一些鲸鱼。我们首先要观察，它可能目的是为了长线，不一定是为了短线。当然，我的观点，有一些没有实力的，不是每一只鲸鱼都是非常的有实力。那么要留意，等下来给大家跟踪一下链上的数据啊。如果是在这个区间买入的一些鲸鱼，我们要思考一下有没有一些逆向的思路。比如说有一些鲸鱼它可能是追高了，万一什么时候比特币价格真的跌到这个位置，你要去观察一下有几只鲸鱼它会不会做卖出的动作，反而有时候可能是我们买入的点位啊。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刚刚有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区间买了几只鲸鱼，它现在都还没有卖哦。包括我今天早上也是有看了一下，就是这个位置第27名的这一只鲸鱼，3万枚的，当时硅谷银行崩盘的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在2万附近，他是买了3万枚，到现在也没有卖。或者是去年排名11名的鲸鱼，他有几次也是买了3万3000枚，或者是3万6000枚，都是在19K 的底部，或者是16K 的底部买到现在，目前都还没有卖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链上的数据哦，排名100的这个钱包地址，等一下链接会放在视频的简介里面，供大家自己去参考。我们来看一下跟踪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排名11名的这一只鲸鱼，目前57000多枚，它首次转入的时间就是在去年的9月份，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是在19000附近。或者我们再看一下排名在27名的这一只鲸鱼，它首次转入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3月份，也就是硅谷银行当时暴跌的位置，差不多价格是在2万附近。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20名的这一只鲸鱼，也就是今年的8月份，当时比特币跌到 25K 附近，它也是转入了35000多枚，到现在也没有卖出啊。所以这3只买入3万枚的鲸鱼，我们每周要去跟踪一下，不一定每天去跟踪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朋友们在问的，就是最近比如说有一些鲸鱼，像这种都是
交易所的一些钱包我们就不去看了，它转入转出，有可能转入是不是为了卖出，或者是转出有可能就是买入然后转到自己的钱包。然后我们再往下去观察，有朋友在关心的，比如28名的这一只金鱼，它是在最近转入了3万多枚，时间是在2023年的11月9号，所以量是有一点大我们要记住这一个金鱼转入的时间，所以不排除它是不是在3万5、3万6或者3万7、3万8以后刚刚买的比特币，然后转到这个钱包。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还有朋友也是一直在聊，比如46名的这一只金鱼也是在近1个月左右，它的时间是在10月27号，所以也不排除有可能成本是在3万4或者是3万5附近。不过我的观点，这几只金鱼我们都要反向去思考，如果比特币价格真的像一些朋友担心的重新跌回到 32K， 到时候要重点跟踪一下这几只金鱼，万一是价格跌的情况下，它会不会卖出？那有可能一些金鱼不一定是有实力的金鱼，有可能也类似散户的心态，是不是在追涨杀跌？如果连他们都在杀跌的情况下，那我的观点有可能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100倍继续做多的点位。然后我们再跟踪一下，还有一只金鱼排名是在64名的这一只金鱼，也是转入了13000多枚，它首次转入的时间或者是创建这个钱包的时间是在2023年的11月15号，所以这3只金鱼我们重点跟踪一下。或者朋友们如果还有发现哪一只金鱼是在10月23号之后买入，比如说超过1万枚的，1万枚以下的话我们尽量少量去跟踪因为有一些大金鱼它也不一定完全就是主力，有可能也是在做追涨杀跌的动作。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包括日线或者4个小时也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短线就观察这个位置会不会跌破，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目前比特币 MACD 指标它时差已经超过10根了。那以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应用案例如果 MACD 时差超过10根，我们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可能20根会不会有一个转折位所以20根的时间是在11月底，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在跟大家交代的，就是从这一根高点开始计算后面盘整的 K 线，13的这一根 K 线是有一个转折向上，或者是21根的 K 线这边也是有一个大涨。那现在如果还继续盘整，全部都是在这个箱体，不排除这个 MACD 的时间跟这一个34天的时间有没有一个重合的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34天也差不多是在11月底前后，到时候我们去观察一下会不会转折，或者是转折的点位也希望朋友们要去看一下，它如果要继续往上突破，去观察一下下方有没有量能放出来。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 Vegas 指标因为短期在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上升趋势，那如果这个上升趋势跌破的情况下，我们去留意一下这个144的通道，这边会不会有支撑所以4个小时观点是这样子前面在低位的时候，希望朋友们你如果要追价还是可以追因为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一次比特币在这一个2023年1月份低位的时候，这边 Vegas 指标金叉，后面它还会有空间的利润。那现在到这个位置，空间的利润已经继续往上扩大，我们要留意一下有几个买点的位置。你如果是在144的位置想去做一笔多单，那我的观点反手可以设一个1%。那如果它继续往下跌破，我们去留意一下这个576跟676的通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中线买点的位置。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